30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北京香山论坛举办期间，与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邦办中国事务主任卡莱斯进行了简短寒暄。这几分钟的交流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并对中美军方以北京香山论坛为契机，迈出接触和交流的步伐充满期待。同时，在这场规模和层级再创新高的论坛上，中方密集开展了军事外交活动。30号，在北京香山论坛第5平行分组会上，吴谦在参加海上军事危机预防与管控主题会议休会间隙，同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邦办中国事务主任卡莱斯进行了几分钟的交流。双方回顾了此前中美军事交流的一些细节。据悉，卡莱斯的中文不错。外界注意到，两人在交流过程当中全程保持微笑，气氛缓和友好，在谈到细节时还通过手势加强沟通。据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消息，吴谦随后告诉媒体，北京香山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大家能够相互接触、相互交流。当然，沟通不仅仅是为了沟通而沟通，沟通要有实质的内容，美方应采取实际行动，为两军沟通交流营造有利氛围。分析认为，尽管卡莱斯的职务并不算高，但却主要负责同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双边军事交流事务，与中方负责对美军事交流的人员有过不少接触。所以，吴谦与之对话可以说专业对口，还有助于增加交流效率。从另一角度来看，尽管美国军方迫切想同中方进行军事交流，但并未放弃竞争战略，双方更高级别的对话仍然缺乏战略互信，条件并不成熟。公开报道显示，在论坛现场，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中将也与卡莱斯进行了简短交谈。值得一提的是，何雷还送了卡莱斯解放军臂章作为礼物。在接受臂章赠送后，卡莱斯表示，他知道盾牌形状的中国军队臂章表示防御。据悉，何雷还另外再送了一枚臂章，请卡莱斯转交给美国防长奥斯汀，希望下一次奥斯汀能够与卡莱斯一起来中国参加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中美在北京香山论坛的交流也受到外媒高度关注。China and the U.S. have stepped up engagements in recent times in an attempt to manage their differences. The U.S. sending a delegation to the Security Forum, although not at the defense minister level. U.S. officials previously said they hope this would help kickstart some military engagements following a chill in dialogue. General Zhang saying that China is willing to work with all other militaries. 微信公众号正知道发文表示，美方代表团参加了开闭幕式、全体会议、分组会议、研讨会等多项活动。6月30号晚上，卡莱斯出现在了一场主题为中美危机管控的小型研讨会上。这场研讨会闭门举行，不对媒体开放。卡莱斯并没有发言。会后，他和与会代表进行了简单交流。论坛官方发布的名单显示，研讨会的发言嘉宾有20位，来自美方的嘉宾由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东亚项目首席主任迈克尔·史文，以及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副总裁冯德威。迈克尔·史文是中国国防与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东亚国际关系问题专家，他在10月29号出席了论坛举办的中外名家对话。冯德威也是一位军事专家，他在10月29号出席了论坛举行以《孙子兵法与当前国际安全挑战》为主题的研讨会，并发言。我们确实希望就是美西方呢更多的参与北京香山论坛，高级别的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这样的话呢是整个国际社会呢都能坐下来共同探讨这些安全问题，而经过探讨呢是有助于这些问题的最后的解决。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在报道中引用了参会的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邦办施灿德的话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倾听，美国的参与本身就十分重要。中美要管控分歧，那么很大程度上要有效的在两军层面要进行这种全面的、深入的交流对话。那么中美两军的关系它如何来发展？我想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么当下中美关系的一个最大的主题，也就是回到巴厘岛，面向旧金山。那么如果中美元首在旧金山 APEC 会议期间再度进行双边会晤，那么就两国关系来进行靶向定舵。那么他们靶向定舵的领域一定也包括中美两军的
这个交流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与设计。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恐怕中美两军关系它的这样的这种交流互动的局面是可以看高一线的。同时呢，也要强调，那么一段时间以来，甚至是包括在这一次香山论坛会议的前后吧，那么美方实际上它的这个军事动作也还是在持续进行的。那么对此，我想中方也会有这种全方位的应对的这样的一种方案。北京香山论坛也是中国重要的主场军事外交活动。10月30号，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北京八一大楼同访华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会谈。张又侠说，发展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中俄关系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战略抉择。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历史性访问，同普京总统共同擘画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蓝图。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始终保持高水平，两军关系发展势头强劲，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与俄方共同努力，积极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和挑战，携手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绍伊古说，稳定的俄中关系对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俄方愿与中方持续深化务实交流合作，不断巩固提升两国两军关系水平。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28号与来华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防长潘文江举行会谈。外界注意到，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是会谈的关键内容之一。去年11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对外发布，其中提到，防务合作是两国关系的支柱之一。在此次会谈中，何卫东表示，希望中越两军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为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力量。潘文江说，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将继续把发展对华关系放在头等优先位置，推动越中两国两军关系再上新台阶。实际上，它为我们这个区内甚至是更广泛的全世界的这些个在安全领域的决策者，他们提供了一个面对面商讨、面对面对话沟通，从而来有效的来管控分歧的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而且呢，和其他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这种多边安全论坛相比呢，那么可以说中方的这个主办的香山论坛啊，它在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在倡导南合作的国家中，应该说更具代表性。中方倡导的这样的这种安全观，如果能够真正的在深入的在全世界有效的推进下去的话，那么可以说全世界这种规避冲突的这种力量就会更加得到这种壮大，会形成这种机制性的这种合力。可以说，中方通过这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再次为全世界提供了有益的公共产品。